比10。2号裁判10-9。法国女将输不起，无视胜负判定，当场逃跑，就连鼻梁都被打断了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雨峰的格斗频道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期中法之间的格斗大战。在刚才的画面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来自法国的双料女冠军艾妮萨，在听到裁判的判定后，当场选择弃泪逃跑，无视工作人员的劝阻和观众的谩骂，直接头也不回的就回到休息室。究竟是发生了什么，让她和她的团队如此决绝？下面出场的是本场比赛的中国选手鄂美蝶。作为中国3打1姐的她，在国内联赛可以说是称王称霸，在搏击领域，即便是张伟丽也根本不是她的对手。鄂美蝶与艾妮萨均为27岁，两人在今晚先是在半决赛强势突围，才成功会师决赛。谁能拿下这场比赛，谁就是最终的木兰传奇52千克总冠军。所以说，本场比赛也是一场焦点之战。本场比赛的第一回合已经正式开战了。来自法国的艾妮萨是法国 WBC HE、WPME 双料冠军，可以说在法国也是称王称霸的存在。那这次来到中国，就是为了争夺木兰传奇的总冠军。在赛前，他见到中国选手的样貌后他更是嘲讽道：“瘦弱的中国选手根本不堪一击，尤其是鄂美蝶，名号很大，号称是中国3打1姐，但这场比赛他会粉碎鄂美蝶。”那这场比赛上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两人的身材确实有一定的差距。鄂美蝶身材稍微稍显瘦弱，但是个头绝对不小。在这场比赛面对对手如此的嘲讽鄂美蝶则是稍显淡定，他非常冷静的说道：“对手嚣张，但这场比赛我会沉着冷静的应对，让他感受一下什么叫中国的武德。”开局两位选手打得非常激烈，那比赛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分钟了。本场比赛分为3个回合，每回合3分钟。两人换拳，正面的换拳，鄂美蝶没有占到劣势，反而是主动进攻。接腿没有接到，这是打了一波后手的直拳，但是对手好像踢到了鄂美蝶的腿部、大腿根部，这个位置的话是有些疼痛的鄂美蝶需要调整一下。裁判在确认情况，那这样鄂美蝶回到边角休整。没想到开局这法国拳手就来阴招，踢弱点这是没有想到的。这一招可以说是激起了鄂美蝶的怒火，接下来这个怒火会怎么燃烧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比赛继续之后，激烈的换拳，鄂美蝶连续的抡打，左右手的重拳，对手撑不住了，选择近身搂抱，拉开距离。前手旋命咒。在比赛继续之后，鄂美蝶是更加掌握住了比赛的主动权。我们可以看到两人的站位处不同，鄂美蝶是主动出击的那一方，步伐一直在追随对手，而对手艾妮萨则是一直在拉扯，更加偏向防御。刚才的一波气势是被吓到了。两人抡打，打到雷绳上，拉回中心。鄂美蝶的双手架在头上，非常严密的防守，想要侧踹。对手低扫，漂亮，低扫的瞬间跟了一发后手直拳。对手又低扫试探，又要踢大腿根，别再踢到刚才的位置了对手这种暗戳戳的小动作是要小心的。对手低扫不断的试探接腿，近身吸顶，搂住了，拉开距离。这边裁判叫停了，我们可以看到艾妮萨的脸上是流出了鲜血，这边鼻梁是被直接打断了。2个鼻孔疯狂的流着鲜血，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少见的，这说明鄂美蝶刚才真的是被他激怒了。玩这种阴险的动作，在赛前还嘲讽人，没想到上擂台更是不折不扣的搏击流氓。那这样的话要赶快处理一下伤口了，鼻血止不住，那看来不是单单的鼻子出血那绝对是里面的内伤。那这边医生过来诊断的结果是鼻梁受损，鼻腔严重受伤。那这样简单止血一下，看一下还能不能继续作战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经过刚才半天的休整艾妮萨终是把鼻血止住了，同时鼻梁也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包扎。因为这场比赛是总决赛所以说他的教练团队是想让他打完全场的，他本人也是非常想打完全场。那这样比赛继续，第2回合正式开始。鄂美蝶的杀伤性我们能够从他的伤害就能看出来，非常的恐怖。在刚才换拳的过程中，就将对手鼻梁打断了。
不愧是中国散打一姐。但现在只是第一回合结束，来到第二回合，厄美蝶还有很大的能量没有让我们看到呢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漂亮，连续的快旋轮打，这边步伐在追击，厄美蝶报价非常稳，即便说现在占据了优势，但他也没有掉以轻心，防御是一直在做的。右手高扫，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，艾妮萨她的步伐不是很稳，因为她的鼻腔受伤了，所以她现在只能用嘴巴呼吸，而一般拳手啊是用鼻子呼吸的，这样能调整自己的节奏。现在她的步伐受损，其实她的劣势是慢慢越来越大的。如果厄美蝶能狠下心来，瞄准他的鼻梁打的话，这场比赛第二回合打一半，对手就没法继续作战了。厄美蝶看来是想要将对手逐个击破，把你鼻梁打断，再打你的肋骨，彻底打服你。接腿，漂亮，非常快的反应。那这边还了一拳之后没有放倒，前手后手，对手跟了一记低扫。两位选手都是顶级选手，换招的速度都很快，频率也很高。厄美蝶体力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，一直在拉扯，接腿，哟，这个位置接腿的话是能将对手直接摔倒的。刚才扛到肩上了，差点把整个人掀翻。第二回合还是1分钟，这个时候不要着急，慢慢的抡打就好了。现在要着急的是艾妮萨一方，她的这个身体状况打下去肯定是越打越吃亏的。低扫不断踢到，低扫再踢，我们能看到艾妮萨她的鼻子啊又流出了鲜血，打上一拳又被打破了，这是鼻梁受损，鼻梁已经被打断了啊！现在不敢和厄美蝶正面硬刚了，一旦正面换拳，那他的鼻子又会受创，他这种痛苦啊是加倍的。最后30秒，高扫踢，前手命中完之后，厄美蝶拉开距离，再加一个侧面的劈挂腿，这个位置打的是非常的随意了。10秒钟，正蹬，对手通过正蹬来拉开距离，有点不敢硬拼了。厄美蝶拼用近身的吸顶，对手面部充满血色。好的，铃声敲响。现在厄美蝶自信十足啊，优势已经非常大了。而艾妮萨呢，只能来到边角，继续调整自己的节奏，把自己的伤势给保持好。能看到啊，他的鼻梁已经是打出血了，鼻梁都冒血了，我们能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了。在第3回合战斗完之后，比赛来到最后的判定环节，但在判定环节出现了意外。这场比赛明明是厄美蝶的巨大优势，居然判了一个平局，两位选手要打一个加时赛，这是完全不能理解的。现场的观众也发出了不可置信的呼喊声，因为我们在整场比赛的过程中能看到，厄美蝶主动进攻的一方是非常多的，而且得分也很高，并且啊将对手打得完全没法还手，但没想到居然打进了加时赛。那这样我们来看看加时赛的情况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进入加时赛，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对拼。厄美蝶上来是接腿，同时侧踢，正面拼拳。虽然说现在已经打了好几个回合了，但厄美蝶的状态还是保持得非常不错。对手低扫非常想试探，中扫踢到对手的腹部，侧面部位精准命中，又来后手重拳，再打低扫。厄美蝶这个低扫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它是一个虚晃低扫。正面换拳，高扫躲过，厄美蝶的躲闪非常到位。刚才这个后仰躲闪啊，真的是非常帅气，漂亮！后手迎击，对手低扫再打一拳，艾妮萨这鼻子又要出血了，让你在赛前嚣张，多打你2拳不解气。虽然加时赛不能理解啊，但是有一个多打你的机会，何乐而不为？漂亮，这一大摆拳，空无有力，响彻全场。又来后手直拳，
对手低扫，艾妮萨这位选手是非常喜欢用低扫腿的，但整体来看的话，攻势不是很明显，没有拿到什么优势。左手拳，再打最后的30秒，只要坚持住，保持好节奏就可以了。欧美蝶在这场比赛中拿到的优势很大了，如果能达到 KO 的话是最好。打到龙边，接腿后手迎击，你只要拿腿，我就直接后手迎击打你。对手非常喜欢用腿，那我就用拳来对付你。见招拆招，这是中国选手的特性，不是按照公式来打比赛的。对手低扫还想试探侧踹，好的，铃声敲响了。欧美蝶对于自己这场比赛的状态非常有信心，即便打入加时，他也觉得这场加时赛他已经稳稳拿下了。那让我们看看最后的判定环节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来到最后的判定环节，没想到这场比赛真是一波三折，在最后宣布胜负的时候，艾妮萨的团队他的教练直接上台带走了他，表示对这场比赛的判罚不满。但是比赛的胜负还没有宣布，他就直接扔出了白毛巾，说自己不打了。但明明是你输了，你还扔白毛巾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挽回自己最后的尊严吗？这完全是没把裁判还有台上的对手放在眼里。那这边艾妮萨更是直接回到了休息室，留下一脸懵逼的观众，还有一脸无语的欧美蝶。但这场比赛我们赢的是理所应当，赢的是正儿八经。那对手呢是直接选择了弃赛，但这个所谓的弃赛啊，也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失败挽回仅剩的一点尊严。要知道在第一回合他的鼻梁就已经被打断了，在赛前的嚣张发言也是让此刻的行为更加的可笑。那么最后，让我们恭喜欧美蝶拿下本场比赛胜利，也同时感谢各位观众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不忘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。我是旭峰，我们下边3再见。